我一直想聊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审美和判断外包这件事情。很多人都说，在 AI 时代，最重要的就是审美判断或者说品味。但其实，我觉得审美这件东西，或者说判断品味这些东西，其实一直都存在外包的现象。比如说，当一个人他想要了解电影有关的东西，那他会怎么做呢？他可能会去搜，看看谁推荐了哪些电影作品，又或者谁写了哪些跟电影有关的书，就是他会从这些路径里面去找到自己对于电影的认识和了解。那也有可能，也不是，也有可能是必然啊，就是他会去看别人的电影。其实电影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它也是品味的一种体现，它也会涉及审美跟判断相关的事情，就是导演和团队他们把他们的审美、他们的判断组装成了你看到的电影。如果你看到了这部电影，你觉得你喜欢，那就说明他们就是这个制作团队所代表的这些审美和判断被你吸纳了，那就可以理解就是这也是一个审美和判断外包的一个例子嘛。假如说你不想让你的审美和判断被外包的话，那就自己去做，或者是创作这样的作品出来。但你要知道，就是真的能够拍出电影，真的能够拍出短片，真的能够拍出稍微有点品质的 vlog 的人，其实还是很少的。虽然现在每个人都能够拍视频，但并不是每个人他都能做 vlog 博主，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去拍电影、拍短片。就像是现在每个人也都可以拍照嘛，但是也不是所有人他都能够称之为摄影师，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去教别人拍照片。所以怎么说呢，就是某种程度上我们去欣赏某些东西，相当于是别人把他的审美跟判断包装成了我们看到的作品，所以就有了我们的欣赏这一层的体现。那说回审美和判断外包的事情，就是一直以来都存在这样的现象呀。那为什么 AI 时代就要把它拿出来大声的谈论了呢？有可能是 AI 的出现让某些人觉得它被威胁了，所以呢，就创造出了这样的恐慌的局面，就是所有人都在谈论审美，所有人都在说判断，所有人都在提及品味。那除了电影这个相关的例子以外，其他方面也是一样的。像现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会有很多说书人、评书人，或者是书单推荐的人，还有其实最简单的概括就是中介。我觉得中介本身它也是一个外包，后面加个括号啊，括号里面可以填入很多东西，不仅仅是审美和判断这两个词，就是所有的中介平台、中间平台，它都存在着一种外包括号的作用或者说功能。我早前想到一些跟这个相关的一些例子，但是我现在突然有空
想把这个音频录制下来，我又忘记那些例子到底是什么了。所以就是灵感稍纵即逝。我之前听到相关的一些说法，就是如果你脑子里面突然想到了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如果你不在当下把它记录下来的话，那可能这个灵感就离开了你，跑到别人那里去了。就我昨天晚上刷朋友圈的时候，我看到有个人转了一条朋友圈，他转的那条朋友圈呢，是来自于得到的一篇文章。他说他前不久想到的那些事情，几乎是一字不漏的在那篇文章里面出现了。也有可能怎么说呢，就是那篇文章肯定是写的比他的想法要早得多的。那我抽象一点去理解的话，就是其实这个想法它可能会跑到无数人的脑子里面，但是呢，只有那么少数一些人把同样的想法相关的一些思考呀，还有辩证啊，还有找相似案例去举证啊，这样的一个过程给写下来了。那么我同样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只有当写下来的人，他们才能够成为这个想法拥有的一些就是 owner。而且每个人他虽然都想到了同一个灵感，但是每个人他写作的内容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他的思考方式、他的行文逻辑跟他的环境和他的习惯有关系，而每个人这些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人哪怕他对同一个灵感进行着笔去写东西，那写出来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可能写着写着，大家的就是文字的朝向都有可能会发生改变。就我感觉吧，如果真的能够在灵感乍现的那一个时刻抓住那些时刻，不管是用什么方式去记录都可以，那对记录本人来说是一笔很宝贵的财富。我之前就想过，如果说真的一个人会在不同的时刻遇到一些灵感的话，那他应该怎样快速的抓住这些时刻呢？那就是随手拿起手机，打开录音机，去把灵感相关的一些东西给录制下来，这个是最快速的方式。像我们现在不是也有一些软件，它支持人类口述，然后 AI 识别文字，再把文字转成结构化的东西嘛？那这样的工具就是灵感乍现时刻的一些最好用的工具。我记得在 Vibe Coding 还没有火之前，其实语音输入法这一件事情在大家日常生活的露出度是很低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都觉得说话或者说口述对我来说是最方便的表述方式。包括我自己也有一个习惯，就是当我不想打字去表达某些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打开我手机的 Memories 去录音。但是这些音频都是我自己藏起来的，就是我不会公开的内容。就这个习惯也确实帮助我记录了很多我过去的想法，还有情绪，还有灵感。但问题就是，当我选择把这些音频录制下来之后，我就不会再去回听这些内容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回听的成本很高，它不是一个能够让你跳着去阅读的东西，它是一个如果你要知道这期音频里面到底讲了什么东西，你不转译成文字的话，你就必须从头听到尾，要不然你就没办法获取
里面的内容。就是音频是一个怎么说呢，消化成本很高的媒介，也是一个我觉得很特殊的媒介。就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类似的工具，就是说我想要它帮我找一些我关注的主题的相关的播客内容，然后呢，它不仅仅是把这些播客单集给我返回来了，而且还会告诉我我关注的那个点，它具体在这一集音频里面的具体哪个时间点的地方，甚至还可以帮我概括具体讲了什么东西。虽然我的想象很简单，但是它实现起来还是挺难的。哪怕在 AI coding 已经如此强大的时代，我再去做类似的工具的时候，我也会感觉到有困难。一个方面是，音频这个线性媒介真的是，如果你要完成整个动作的话，首先你得用 API， 就是去解读，就它这期音频里面到底讲了什么内容，有点类似于像是转译成文字的那个过程。转译成文字之后呢，你还得用 API， 就是去抓取你关注的主题具体出现在哪个地方，然后再返回来给你。可能听着解释很简单，但是它实际对 token 的消耗还是挺多的。反正我自己之前在测试一个工具的 MVP 的时候，我只是让它识别了，就是处理了一期还不到1个小时的音频的内容，结果我去看账单的时候几刀就没了。就是测试一期不到1小时的音频，让我花几刀，这个代价还是很高的。所以我就在想，到底有没有更加快捷的方式能够让理想的工具出现呢？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我这期音频真的，我已经不记得刚开始讲了什么东西了，反正就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梦到哪儿就说到哪儿。那好吧，下次再继续。